有一個問題，美國智庫寫過論文，美國前官員公開討論過，但台美兩邊的官方到今天都拒絕正面回答。問題只有一句話：如果台海真的開打，台積電怎麼辦？注意，這不是網絡謠言。2021年，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期刊刊出一篇論文，白紙黑字建議讓對岸相信，一旦動手，台積電就會停擺，甚至被摧毀。這個構想後來被圈內人稱為焦土條款。2023年，一位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在公開場合又講了一次類似的話。消息傳回台灣，國防部出面滅火，說國軍沒有這種計劃。但奇怪的是，華府從來沒有人正式否認過這個劇本的存在。一派說法很驚悚，與其讓全世界最先進的晶片產能落入對岸手裡，不如先讓它停擺。這就是流傳多年的焦土劇本。但另一派人多半是真正懂半導體的人，聽到這個說法只是搖頭。他們說，這種劇本從第一行就寫錯了，因為它誤解了晶片業運作的本質。你根本不需要炸掉台積電，開戰的那一刻，它自己就會停。哪一派對？這正是今天要攤開來算的賬。這支影片會一層一層回答幾個問題。第一，焦土說到底從哪裡來？原文講了什麼？哪些是媒體加油添醋？第二，先進製程到底能不能被搬走？能不能被接管？為什麼行家說，就算完整佔領整個新竹科學園區，拿到的也只是一堆全世界最貴的廢鐵？第三，如果台積電真的停轉，全世界會在第30天、第90天發生什麼事？這份推演比多數人想象的殘酷。第四，美國把台積電拉去亞利桑那，到底是分散風險還是掏空台灣？第五，也是最諷刺的一層，攤開數字你會發現，最怕台積電停擺的可能不是台灣，也不是美國。最後，我們會揭曉一個很多人講了20年，但多數人都講錯的概念：矽盾。它保護台灣的方式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樣，它不是一面擋子彈的盾，它是一個讓所有人都不敢按下按鈕的機關。這個機關怎麼運作？什麼情況下會失效？答案留在最後。現在從那篇論文開始講起。2021年11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學術期刊《參數》刊登了一篇論文，標題翻成中文大概是破朝下阻中國入侵台灣。作者是2位美國學者傑瑞德·麥金尼與彼得·哈里斯。這篇論文的核心邏輯冷酷到讓很多台灣讀者坐立難安。他的推論是這樣的：美軍要在台海周邊跟解放軍硬碰硬，成本越來越高，勝負越來越難講。既然傳統軍事下阻不保險，那就換一種下阻，讓北京相信，就算打贏了，也拿不到最想要的東西。而台灣最值錢的東西是什麼？論文直接點名台積電。2位作者建議，美台可以預先設計一套機制，一旦入侵發生，就讓台積電的關鍵設備自動失效，先進製程直接歸零。用他們的話說，讓台灣變成一個破掉的鳥巢，巢破了，裡面沒有蛋，搶巢的動機就消失了。這篇論文刊出之後，圈內吵翻了。批評的人說，這是把台灣2300萬人當成談判籌碼，把一家民間企業當成人質。支持的人則說，他至少誠實面對了一個難題：如果美軍航母不敢靠近台海，下阻要靠什麼？學術圈吵歸吵，事情本來可能就這樣過去，真正讓他升溫的是後來一連串的官員發言。2023年，曾經擔任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的羅伯特·歐布萊恩公開表示，美國與盟友絕不會讓台積電的先進晶圓廠完整落入中國手中。同一時期，美國國會眾議員塞斯·莫爾頓在一場公開論壇上講得更直白。他說，應該讓北京清楚知道，如果入侵台灣，台積電會被摧毀。這些話都有公開報道，白紙黑字，不是密室留言。台灣的反應可以想見，國防部公開回應，強調摧毀台積電從來不是國軍的作戰計劃，經濟部也出面安撫。而台積電自己怎麼看？創辦人張忠謀很少直接評論。但當時的董事長劉德音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講了一句後來被反覆引用的話。他說，如果戰爭發生，台積電的工廠會無法運作。注意他的用詞，不是被炸掉才無法運作，是戰爭本身
就會讓它無法運作。這句話其實已經把今天所有的答案都藏在裡面了，但要聽懂它，你得先知道一座先進晶圓廠到底是怎麼活住的。這就是第二層，3道牆。先講第一道牆，設備。很多人想象中的晶圓廠是一棟裝滿機器的工廠，機器嘛，可以拆，可以裝箱，可以運走。這個想象錯得離譜。以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微影設備來說，也就是圈內講的 EUV， 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做得出來，荷蘭的艾斯摩爾。一台 EUV 公開資料顯示，造價約 1.5 億歐元起跳，重量約180公噸。拆解之後要裝進40個標準貨櫃，或者塞滿好幾架波音747貨機。安裝一台要艾斯摩爾的原廠工程師進駐好幾個月，把光路校準到奈米等級。奈米是什麼概念？大約是頭髮直徑的10萬分之一。這種機器不是搬家公司搬得動的東西，而台積電手上的 EUV 估計佔了全球總裝機量的1半以上。這些機器不是買斷就沒事，他們像加護病房裡的病人，需要原廠工程師長期維護，需要持續的軟體更新，需要源源不絕的零組件，光源要換，7D 產生器要換，鏡組要保養。更關鍵的是，2024年彭博社報道，美國與荷蘭官員曾經私下討論過一件事：如果台海有事，艾斯摩爾有能力用遠端方式讓 EUV 直接失效。艾斯摩爾的高層後來受訪時，並沒有否認這個能力的存在。換句話說，焦土條款講的那顆按鈕，某種程度上早就存在了，只是它不在台北手上，也不在華府手上，而是內建在機器裡，握在供應鏈手上。這是第一層反轉，你以為要有人去按按鈕，其實斷線是預設值。第二道牆，梁帥。就算你把機器完整搬走，或者完整接收，也只是拿到樂器，不代表你會演奏。先進製程真正的核心資產不是機器，是配方，圈內叫製程參數。一片晶圓從進廠到出廠，要經過上千道工序，每一道的溫度、壓力、氣體流量、蝕刻時間，都是台積電用幾十年時間、幾兆元的學費，一次一次失敗換出來的。而且這些參數不是一份可以偷走的文件，它是一個活的系統，分散在數千名工程師的腦子裡，存在每天都在微調的資料庫裡，跟每一台機器的個別脾氣綁在一起。同一個製程搬到另一座廠，良率照樣打掉重練，良率從5成爬到9成，靠的不是圖紙，是人在現場日夜迭代。機器搬走的那一刻，配方就死了。第三道牆，人。台積電在台灣有超過6萬名員工，其中研發與製程整合工程師是最核心的資產。戰爭一來，這些人會做什麼？會抱着機台等人來接收嗎？常識告訴你，人會逃難，會保護家人，會離開戰區。而半導體業有一條最殘酷的規則：停機容易，重開極難。晶圓廠是24小時不停機運轉的，爐管裡永遠有正在跑的批次。一旦無預警斷電，管內的晶圓全數報廢，設備要逐台重新校驗。無塵室的潔淨度比外科手術室高出1000倍，只要停電，只要污染一次，重新認證動輒好幾個月。這還是有原班人馬的情況，沒有原班人馬，重開根本無從談起。3道牆疊起來，結論很清楚：先進晶圓廠是全世界最搬不走的資產。它不是一座工廠，它是一個生態系。你可以佔領土地，但你佔領不了生態系。講到這裡，有人會說，我不搬，我就地接管，讓原班人馬繼續開工，總可以吧？這先講清楚，以下是情境推演，不是預測，更不是任何人的計劃。假設最極端的情況，對岸用最快速度控制了新竹、台中、台南的科學園區，廠房完好，機器無損，甚至部分員工留在原地。接下來呢？第一個問題 ，EUV 斷線。艾斯摩爾是荷蘭公司，受美國與荷蘭雙重出口管制約束。開戰第一天，所有原廠支援中斷，駐廠工程師撤離，遠端授權停止。EUV 嬌貴到什麼程度？光源系統幾乎天天要維護，7D 產生器、光照護膜、各種感測器全是消耗品。沒有原廠支援，估計幾周之內，機台就會一台接一台趴下。
而且沒有任何人修得好，因為全世界會修的人全在盟國陣營。第二個問題，材料斷鏈。晶圓廠不是自己活着的，它每天要吞掉巨量的特用化學品、電子及氣體、超純水跟電力。光阻劑幾乎被日本廠商壟斷，研磨液、光照基板、特殊氣體來自日本、美國與歐洲。戰時封鎖之下，海運空運中斷，這些東西一樣進不來。台積電自己也公開講過，它的運作依賴的是及時連結的全球供應鏈，缺一環全線停。第三個問題，設計斷頭。很多人忘了，台積電是代工廠，它生產的晶片設計圖來自蘋果、輝達、超微、高通這些客戶。戰爭一開打，客戶全部抽單，設計授權全部凍結，軟體工具全部斷線。你接管了全世界最好的廚房，但菜單、食譜、客人一夜之間全部消失。廚房再好，沒有單，開不了火。所以圈內人的共識非常一致，武力接管台積電，拿到的是全世界最貴的一堆廢鐵。這也是為什麼劉德音敢在鏡頭前講那句話，他不是嗆聲，他是在陳述一個物理事實。台積電的可運作狀態本身就依賴和平，先進製程跟戰爭在物理上不相容。聽到這裡，你可能覺得焦土條款根本多此一舉，既然他自己會停，何必談炸不炸？別急，這一層想通了，下一層才是真正的重點。它停了，然後呢？全世界會發生什麼事？這份推演才是美中雙方都不太敢攤開明說的部分。一樣，先聲明，以下是根據公開資料做的情境推演。先看基數，公開資料顯示，台積電生產了全球約90%的最先進製程晶片，7奈米以下的高階產能幾乎全部集中在台灣本島。你手上的手機，你家的車，醫院的斷層掃描，資料中心裡的 AI 晶片，供應鏈繞來繞去，最後都會繞回這座島。這個集中度，人類工業史上幾乎沒有前例。第1周到第30天，庫存撐場，多數電子業者手上有1到3個月的晶片庫存，所以開戰第1個月，你在賣場感覺不到什麼異狀，但價格已經先動了。現貨市場的晶片報價會在幾天之內翻倍再翻倍。各國政府開始清點戰略庫存，大廠啟動內部配給，中小型客戶直接被斷貨，恐慌從產業端開始蔓延，消費者還看不見，但採購主管的電話已經打爆了。第30天到第90天，骨牌開始倒，汽車業最先斷氣，因為車廠的庫存習慣最淺，奉行即時生產，這不是用猜的，是演過一次的。2021年那一波晶片荒，全球車廠被迫大規模減產，有車廠把整車造好，停滿停車場，就等一顆幾十塊美金的晶片。估計那一波讓全球汽車業損失約2100億美元。注意，那一次只是產能吃緊，先進製程還在全速運轉。這一次的推演是高階產能直接蒸發90%，估計第90天前後，全球主要車廠幾乎全數停線，手機新機全面延期。資料中心與 AI 建設凍結，牽動的是幾兆美元的市值。第90天之後，從產業災難變成社會問題，醫療設備的維修零件開始短缺，電網控制系統、通訊基地台的晶片替換出現缺口，各國開始把有限的晶片優先配給軍事與關鍵基礎設施，民生電子全面配給化。彭博經濟研究估計過，台海若爆發戰爭，第1年全球經濟的代價約10兆美元，大約等於全球 GDP 的1%，比2008年金融海嘯、比疫情封鎖都要重。而這個數字算的還只是第1年。美國智庫的兵棋推演也得出類似方向，就算美方最後守住台灣，全球也已經先輸掉一場經濟大戰。有沒有歷史對照？有，而且台灣自己就演過小規模版本。1999年921大地震，新竹科學園區停電幾天，全球記憶體現貨價1周之內暴漲，國際媒體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全球電子業的咽喉在台灣。2011年日本311地震，一家車用晶片大廠受損，全球車廠跟着減產好幾個月。同一年泰國水災，淹掉的是硬碟廠聚落，全球硬碟價格直接翻倍，漲了1年多才回穩。記住，這些全都只是單點，短期和平時期的中斷，
救援隊進得去，設備商修得了。台海開戰是全點，長期戰時封鎖，誰都進不去。把921的衝擊乘上100倍，大概才接近那個量級。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台積電停轉的那一刻，最痛的其實是全世界，而且痛的順序跟你想的不一樣。這裡先埋一個問題，美國比較痛，還是中國比較痛？答案跟多數人的直覺相反，放在第6段揭曉。先看美國怎麼替自己買保險。美國當然也做過上面那份推演，而且被嚇到了。所以從2020年開始，華府用晶片法案的巨額補貼，軟硬兼施，把台積電拉去亞利桑那州設廠。公開資訊顯示，台積電在亞利桑那的投資計劃一路加碼，從最早宣布的120億美元擴大到650億，2025年又加碼到總計1650億美元。要蓋的不只是晶圓廠，還包括先進封裝廠與研發中心。第一座廠已經量產4奈米，後續幾座往更先進的節點推進。同一時間，台積電也去了日本熊本、德國德勒斯登設廠，但那些是成熟製程與特殊製程，真正的先進產能布局重心在美國。問題來了，這是分散風險還是掏空台灣？支持分散說的一方指出，亞利桑那產能佔台積電整體的比重仍然很小，估計未來多年也只佔先進產能的1到2成。研發核心、最尖端製程的試產與量產全部還在台灣。台積電歷任高層都公開強調，根留台灣的結構不會變。從這個角度看，亞利桑那是備援硬碟，不是搬家。全球客戶要的是保險，不是替代。擔心掏空的一方則指出另一組事實，去美國的不只是機器，還有上千名台灣工程師舉家外派。最先進製程與美國廠區之間的時間差正在被政治壓力一步一步縮短。華府的補貼從來不是慈善，每一塊錢都是條件交換。他們問的問題很尖銳，當美國本土有了足夠的先進產能，華府保台的那道算式會不會悄悄改寫？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一個可以長期檢驗的指標，最先進的那一代製程，第一次量產的地點在哪裡？只要答案還是台灣，細盾的核心就還在島上。哪一天答案變了，才是真正需要警覺的時候。而這裡又浮出一個更少人講的事實，就算亞利桑那全部蓋完，順利投產，美國拿到的也只是產能，不是生態系。半導體不是一座廠，是一張網。上游材料在日本，設備在荷蘭與美國，先進封裝與測試有一大塊在台灣，幾十年養成的工程師文化更是複製不了。把一個節點複製過去，不等於把整張網搬過去。這也是為什麼，即使亞利桑那按表操課，圈內普遍估計，台灣在先進製程的中心地位，10年內很難被真正取代。好，美國的賬算完了，現在來翻中國的賬。這一段是整個焦土劇本裡最諷刺的部分。直覺上，很多人以為劇本是這樣，中國想要台積電，所以打台灣，搶台積電。但攤開公開數字，這個劇本立刻出現裂縫。第一個數字，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進口國。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每年進口晶片的金額長期超過3000億美元，高峰年份逼近4000億，比進口石油花的錢還多。這些晶片進來，為的是中國自己的電子製造業。全世界一大半的手機、筆電、伺服器在中國組裝出貨。換句話說，中國製造業的心臟跳的是進口晶片的節奏，而其中高階的那一塊繞不開台積電。第二個數字，在美國制裁落地之前，華為旗下的海思曾經是台積電前幾大客戶，貢獻了可觀的營收。2020年禁令一刀切下去，華為的旗艦手機晶片直接斷供，手機市占率崩跌，整個高階產品線熄火。之後花了好幾年，靠中芯國際用7奈米級的製程做出替代品，才勉強重返市場。但圈內估計，那顆晶片是用上一代的深紫外光設備硬做多重曝光堆出来的，良率偏低，成本偏高，而且再往下走，物理極限就擋在眼前。因為最先進的 EUV 受管制影響，一台都進不了中国。北京10幾年來砸下數千億人民幣的產業基金追趕，有成果，但也有紫光集團債務重整這種著名的教訓。自主供應鏈這條路
走得比宣傳中講的慢很多。有人會反駁，中國可以慢慢養自己的產業，忍10年就不需要台積電了。這個說法有一半對，時間確實站在追趕者那邊，但另一半是殘酷的。只要 EUV 禁運不解除，7奈米以下的追趕就是在爬一面越來越陡的牆，而戰爭只會讓禁運變成全面封鎖，把10年的路變成30年。開戰等於親手掐斷自己每年幾千億美元產值所依賴的供應鏈，然後在全球制裁之下，用被封鎖的設備業去追趕一個被自己毀掉的標杆，這筆賬怎麼算都不划算。所以，真正的圈內判斷是，中國領導層想要台灣，動機是政治的，是民族敘事的，是地緣戰略的，從來不是為了一座搬不走也玩不轉的工廠。好萊塢式的搶晶片劇本，在北京的參謀桌上不會成立。但反過來說，台積電確實是北京遲疑的原因之一。他把開戰的經濟代價墊高到了任何理性決策者都必須停下來重算的程度。講到這裡，所有的線索都到齊了：焦土條款、3道牆、停轉推演、亞利桑那、中國的賬。現在可以揭曉最後的答案：細盾到底是什麼？細盾這個詞，2000年前後由澳洲媒體人克雷格·愛迪生提出，流傳了20多年，但多數人把它理解錯了。錯誤版本是這樣的：因為台積電很重要，所以美國會為了台積電出兵保台。這個版本把細盾當成一張保險單，但保險單邏輯有個致命弱點：保單是可以解約的。哪天美國本土產能夠了，保單到期，台灣是不是就沒價值了？如果細盾真的是這個邏輯，它其實很脆弱，而且正在被亞利桑那一磚一瓦的拆掉。真正的細盾是另一種東西，它的核心不是值得保護，而是毀不起。把今天講過的所有機制疊在一起看，先進製程搬不走，接管等於抱回廢鐵，停轉會讓全球經濟第一年失血約10兆美元，中國自己是最大受害者之一。美國的替代產能10年內補不齊，歐洲、日本的設備與材料商跟着陪葬，你得到的不是一面盾牌，而是經濟版的相互保證毀滅。冷戰時代，美蘇不敢互丟核彈，不是因為愛好和平，是因為按下按鈕的人自己也活不了。今天的台積電就是那顆經濟核彈，而且它的引爆條件不是誰下令，而是戰爭發生。這件事本身，誰開戰，誰引爆，無一幸免。這才是劉德音那句話的完整意思。台積電不需要被任何人摧毀，戰爭本身就是摧毀。所以焦土條款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那顆按鈕不需要人去按，它是自動的。美國學者苦心設計的下組機關，物理現實早就內建好了。台美官方之所以不正面回答，一部分是因為不能說，另一部分是因為不需要說。懂的人都懂，這個劇本沒有贏家欄位。但細盾會不會有失效的一天？會。2種情況：第一種，決策者不理性，或者被民族主義的浪頭推到不能回頭的位置。經濟賬再清楚，也擋不住政治賬。歷史上，1戰前的歐洲各國經濟高度互賴，當時也有人斷言戰爭不可能爆發，結果照樣開打。經濟理性是剎車，不是保證。第2種，全球供應鏈真的完成了去台化，台灣從毀不起變成毀得起。第1種，我們控制不了；第2種，恰恰是台灣自己每天在防守的戰線。細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護身符，它是幾十萬名工程師用幾十年的加班堆出來的，而且必須一直堆下去，一停下來就開始融化。最後，把今天的內容收成3個帶得走的重點。第1，焦土條款是真實存在的公開討論，但它多半是不必要的。戰爭本身就會讓先進製程停擺，搬不走，接管無用，供應鏈急斷，這是物理，不是口號。第2，台積電停轉沒有贏家，公開推演顯示，全球經濟第1年可能損失約10兆美元，而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晶片進口國，會是最痛的受害者之一。第3，細盾的本質不是台灣值得救，而是台灣毀不起。它的有效期限取決於最先進的製程還會留在台灣多久。你認為亞利桑那設廠是分散風險，還是掏空的開始？你覺得細盾還能撐多少年？